老公说今天的任务一定要把餐桌搞定，整成圆角的了。我怕孩子碰啊，给打圆了。效果怎么样？刷均匀点啊。分值。看看这边是我刷的，那边是他刷的，看看我俩谁刷的好。那不用问，我刷的好。第二遍比第一遍好刷多了。滑了是吧？光滑了，顶着大太阳终于完工了，看看效果怎么样吧。第一天，我们打算把前院打造成花园，但是满地的石头成了我们最大的阻碍。看到这个场面，我真的头都大了。我说找个工人师傅来帮忙，但是我老公坚持要自己动手。他说想要亲手一点一滴的给我和孩子们打造一个幸福的小院。他信心满满的就开始干了，还不让我帮忙，我就只能给他精神上的支持了。这些石头不知道在地上铺了多少年了，几乎和土地快融为一体，每一块都有几十斤，真的是难为他了。干着干着，忽然下起了大雨，今天只能干到这里了，明天继续。看着树不大，但是树根很深，老公用了洪荒之力推铲拔一顿神操作，终于把它给弄出来了。更难搞的是这棵小小的葡萄树，老公对它发动了拔河技能，根本是不管用的。我觉得他真的是在吹牛，他一个人一天怎么可能弄完呢？之前备好的木料搬运、梁树、切割就开始干了，忙得不亦乐乎。由于干得太认真，真的很执着。他干了一天，我也看了一天，要去接孩子放学了。楼梯的大致模样已经出来了，我说一天肯定干不完吧，但是还是很有成果的。明天继续，因为他自己干肯定是不能完成的。我劝他不要执着了，可他还是信心满满的，顶着30多度的高温说干就干，拿起他的工具继续和那堆木头较劲。梁树、切割、安装，又是一顿神操作，忙得晕头转向，错了改，改了错，错了再改，我看得眼花缭乱。看他认真的样子，我感觉他不应该开家具店了，应该去学门木匠的手艺。这些活我也插不上手，只能静静的看，等待着看他是怎么翻车的。之前他还吹牛说用1天的时间做好，结果他一共用了4天才把楼梯改造完成。还好最终没被我看上笑话，他真的是用心了。拍个全景看下效果怎么样吧。现在头疼又纠结，不知道上什么。这个楼梯我们纠结了半个月，不知道刷什么颜色的漆好看。最终我们选择了棕胡桃色的木蜡油，看一下刷完的效果吧。你觉得有没有翻车呢？前几天我们遇到的难题还是没有解决，老公整不明白的石头墙，原本是想找个工人师傅来砌，结果花了几天的时间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师傅。年轻的不会干，年长的干不动，城区都是干家装的师傅不会弄，有会干的又嫌太远活太少不来干。倔强的老公这次不倔强也不行了。经过一整天的努力，人生第1道墙砌好了，粉刷匠上线了，见证他粉刷的本领怎么样吧。这个小院每个地方都是我们尽心尽力的亲自改造，虽然进度慢些，但是在一点点变好，也让我对他刮目相看，每次都把我的怀疑变成肯定。现在我真的非常相信他的人生格言就是别人能干，我也一定能干好，只要想做的事都会全力以赴，所有人的终点都是一样的。那么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我觉得是体验人生的苦与乐，想做什么就去做，不留遗憾，收获付出以后的成果。墙刷完了，屋子真的明亮了许多啊！路进不来车，只能人肉扛回来了。多少年没干过这样的体力活了，今天真是出力了。我就坐着静静的看，精神上表示支持。终于搬完了，看工具和架势还真像那么回事儿。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，真的做出了一个餐桌，还挺像样的。老公说基本差不多了，还差打磨和刷漆。现在呢，我们决定挑战一个大工程，在这个后院的菜园里打造一个室外厨房，方便我老公以后大展厨艺。第一步就要先做地面硬化，原来想着简单铺一下就可以，经过研究学习，还真不能这么简单。北方冬天天气寒冷，地面容易塌陷变形，所以必须要大干一场，把原来地面下挖一定深度，再打上钢筋混凝土才可以。虽说面积不大，但干起来还是挺累的。今天把钢筋混凝土的垫层做好了，钢筋也都固定好了，下一步就是浇筑混凝土了，又是疲惫而充实的一天。今天是给我老公累到怀疑人生的一天，
看似简单的和泥干起来真是酸爽。我们之前做好了基础垫层，今天打混凝土，一共就7.56平的面积，商混买不来，找人又犯不上，自己上网学习了混凝土的配比，老公自制的C25混凝土，他用这大铁盆一共搅拌了11盆，这哪是和泥巴，他直接变成了人工搅拌机。他一个人配比、搅拌、浇筑、抹平，他真是仅凭一己之力干了几个人的活儿。混凝土经过努力终于做好了。
了。